大伙儿大蜡烛，这期讨论一下搜索引擎的发展史以及未来的搜索会如何变化。开始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假设你希望用浏览器搜索到一个东西，但是搜了很久都没有找到，你认为你会坚持寻找多久呢？记得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宝可梦这个动漫非常火，我非常喜欢看。忽然有一天我得到了一个确切的信息，就是这个动漫竟然是先有的相关衍生的游戏，然后根据游戏才拍成了动画。于是我在网络上开始了无比漫长的寻找游戏之旅直到今天我都记得整个寻找的过程太痛苦了。因为最早期使用互联网，大家更习惯输入网址去上网，当时还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去中心化的搜索引擎，以至于我记得当时家里还有类似实用网址大全这种书或者杂志。一个常见的情况是，你先把网址抄下来，再在电脑上输入网址去上网。记得一开始寻找宝可梦游戏时我还挺聪明的，我先是用宠物小精灵作为网址的词根，做一些关键词的加减，去试不同的网站，变种很多之后自然没有任何结果。以当时我处理信息的能力，也根本不知道宠物小精灵只是国内的一个译名，更不可能知道这实际是运行在 Game Boy 上的一款游戏。当时没有各种百科你关键词不对，连一个简单的解释都找不着。我四处收集我能收集到的一切游戏网址，然后一个游戏网站一个游戏网站的扒，在无数超链接的跳转中，更多的心情是极度的失望。甚至后来我又用一些精灵的名字去做词根，去变换尝试有没有新的网址。我在各种网页一次次下载到的只有一款叫皮卡丘沙滩排球的小游戏，当时的搜索引擎也没有太多关键词的延展。现在想想哪怕我小学时有任何一个人告诉我，其实你只要搜索口袋妖怪会得到更多真正准确的信息，我也能早点买到心心念的 Game Boy 掌机。如果不做这个视频选题我可能都不会意识到，当一个小孩子想去搜索到他想要的一个内容时，竟然能有这么强的意愿与动力。在一个人搜索信息时，更全更快更准的诉求是没有上限的。记得我在搜索宝可梦游戏的后期也是有搜索引擎的，但那是一个搜索一些关键词展现不出来太多网页的时代，挺多开发网站的会有双向链接，可互相链来链去的基本都是当时站长圈内部的互动，比较封闭。如果能把站长圈之外的一些网站聚合起来，将会是一个更大的信息呈现。所以当时开始出现了做聚合信息的平台，以及输入中文即可跳转不同企业的网站产品，比如周鸿祎做的3721作为一个桌面聚合应用，节省了很多人输网址的时间，你输入关键字都可以立刻跳转到一个网页。但是因为词条到网页是点对点的，一个词条只跳转一个结果，所以3721并不能去做竞价排名，而是只能做竞价拍卖。他们管这种方式叫一字千金大竞价。后来百度不断的去追求搜索结果更全这一目标，虽然在特定时代满足了非常多人的刚需，但在追求更全的过程中，使用竞价排名的商业模式也是唯一一种能用的模式。这个商业模式陷入争议也是必然。大家在搜索习惯上产生重大变化的另一个节点就是移动搜索。在用 PC 比较多的时候，假设家里电脑没开，不会有想到什么立刻就搜索什么的习惯。移动手机可以上网后，理论上有了这种可能性，但初期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流量太贵了。通讯方式退化到了 GPRS， 手机屏幕的流量介质也从 Flash 多媒体退化到了文字加图片。动感地带推出的套餐中，最早5元包月流量只有10MB， 后来才增加到30MB。如果不包月，早期1兆就能有几块钱。所以那时也有一些玩笑说，手机上网要多注意自己的流量，一夜忘关流量，说不定一套房就没了。很多网站并不会对移动端上网做适配。在学校中的学生们虽然有手机，也能使用网络搜索功能，但是使用手机搜索一个问题，依旧是件慎重的事儿。因为开个门户网站的原网页可能就小几块钱，根本做不到想起什么就顺便查一下，可能查的稍微多一点，月底就没有流量挂手机 QQ， 亦或是浏览别人的 QQ 空间了。所以当时出现了一款应用叫 UC 浏览器，缓解了流量消耗过大的问题。在通讯手段倒退的窄带互联网场景中，把图片压缩技术做得很好，技术都是为了响应更快这一目标。
上网既能省钱，也能提升速度。在 UC 之前，面对搜索结果，一般也要等待几十秒钟的时间。所以 UC 浏览器加上搜索引擎，让人们的搜索在保证更全的同时，实现了更快。随后，手机的通讯技术后来居上，现在的手机 5G 网速甚至已经超过了 PC 的无线宽带上网。手机上的流量介质已经从文字为主进化到了短视频以及直播。但很多人不解的是，为什么我们更多的时间都在接受被动推送的信息了，而很少搜索了呢？我认为不是人类求知需求的改变，亦或是习惯的改变，主要是没有一个面向下一代的跨各大视频直播平台的精准搜索引擎出现，有也不够智能。但我觉得这个需求一定会被满足的，技术解决这些只是时间问题。现在哪怕是视频网站内部搜索相关的视频直播，大部分也只是通过标题直播间的名称以及简介、视频标签这些有文字的地方，用文字来做匹配。其实不少视频作品文字标签并不能很好的概括视频本身丰富的内容。一个1分钟视频的标签密度和一个2小时的视频标签密度往往差不多，但信息丰富程度可能是上百倍的差别。未来假设通过精准的搜索，只看某个超长视频里某分钟的特定知识点，这可以实现吗？我猜测在未来技术上是可以的，比如对各种流媒体做的更加细致的数据流分割工作，让一个视频或者直播中不同的场景有更加丰富的语义标签。未来的购物则也许是你在搜索引擎搜索某个产品，直接为你呈现的就是这款产品当下在各个平台不同主播正在售卖的具体情况。更终极的模式一定是搜索引擎作为你的智能助手，不仅能帮你解答点对点的问题，还会根据你的年龄行为偏好帮你做辅助决策。但这个智能助手的盈利模式一定是来自于用户而非商家的。所以搜索引擎下一个未来需要搜索引擎转变思维，将自己定位为工具，实现智能以及新流量介质的准确寻找。而最接近这一可能的是近几年异军突起的夸克。在文字搜索中，夸克实现了极度的精准与优质。比如我们搜索问题，要是映入眼前的第一个链接旁边就有一个蓝色的精选问答标签，那这个问题基本就直接解决了。而如果是医学相关的问题会有权威的专家的解答，在图书知识聚合里能找到第一手的书本资料作为参考。我们搜电影电视剧还能以智能卡片的方式出现结果，点开就可以跳转到相关网址直接观看。查询火车车次、快递信息也是轻松搞定。当然学生用的更多是夸克的拍照搜题功能，看到题目的详细解析后还可以放到错题本里后续回顾。其实拍照搜题只是相机搜索的一种，拍照时文字时动植物等都是从文字搜索到图像搜索的延伸。夸克最新更新的版本可以自定义首页的导航，我们可以添加自己喜欢的漫画、常用的视频站、科技与游戏媒体，也可以添加拍照识别卡路里的工具等等。当然如果你是极简风格的爱好者，你可以从常规模式切换为量子模式，工具个性化真的很难得了。夸克也逐步加入了文档工具、云存储等功能，浏览网页时的文档处理和存储需求也就被解决了。从商业角度来说，这让我对夸克产生了更长期的期待。因为历史上的搜索引擎无非是2种商业模式，即向前收费为主和向后收费为主。后向收费是向广告主收费，靠信息不对称盈利；向前收费是向用户收费，靠服务本身盈利。我更相信在信息更透明、搜索更精准的时代，站在用户一边是更加先进的模式。我是大蜡烛，我们下期再见。